这是一个模块机的主板啊，风的模块机。然后这个板子呢是电源的问题啊，这个发过来的网友已经说了是电源的问题，把电源就修好就可以了。这种板子呢，如果是其他地方有问题的话呢，我这里是没办法测试的，所以说，一般的只修电源部分的故障。然后呢，之前给大家经常说啊，我们学习维修的话啊，都是从开关电源入手啊。你学会开关电源的话，就有很多一些设备它都是电源的问题啊，因为电源嘛都是一些高电压、高功率的啊，你这边像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是些小信号处理的哈，比较不容易坏啊。所以我们学维修都是从这个电源开始维修啊。这个的网友也是说是电源的问题啊，所以说叫他发过来修。那么如果是真的别的问题的话啊，这边我也是修不了，因为没办法测试，修没修好都测试不了啊。因为也有很多网友经常在私信或者评论里问啊，修有一些东西，我这里不具备测试条件的话啊，就没办法修。啊，这个有网友就是说电源问题，我们就只给他修电源了。它这个开关电源呢非常简单啊，功率呢也不大。我们看这个整流桥就知道啊，这么小个整流桥，肯定这一块功率不大，那么可能就是给这个单片接这些芯片啊，还有这些继电器提供一个工作电压啊。首先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电容量端啊，首先看有没有电呢。没有纯电的啊。我们再看这个电容有没有短路，电容有没有短路，我们直接可以判断它这个初级有没有炸的这种痕迹啊，这种情况。好，测这个电容呢没有短路，那就说明初级呢基本上是没有炸机，就是说这个芯片呢应该是没有坏。那么电源呢一般的初级没有炸机的话，一般就是次级的问题。次级呢，我们首先就测量一下这些整流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的。哎，果然一测就有短路的正反侧都是0啊，那这个是短路的啊。它这个应该很简单它这个电源呢，我们可以看它就一路输出啊，因为这里输出之后，通过这里应该是一个3档稳压，给这里可能是12伏，然后这里是一个7805，我没看应该是7805转换成5伏的电压给这个主控供电，然后这边这些反向驱动芯片光耦这边这是也是好像也是这个反向驱动芯片看不到型号，然后这边这些采集口呢，可能是一些这种数字芯片我们来给它把这个二极管给它先剪掉剪掉再测一下是二极管的问题还是后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单独测这个二极管我们看还是短路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很小所以说我们在维修中有时候真的是问题是很小。我们先把这个管子给它拆下来换一个看一下能不能好。它这个是3010一个肖特基二极管100伏3安的我给它用200伏5安的这就是我们液晶电视中常坏的SB5200它这个空调上面的这种管子它也容易坏所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通病我们给它把这个管子装上去。这个二极管呢已经换好了然后呢，关于它这种板子像我们碰到这个没有接触过的板子，我们去给它上电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判断它一个输入电压因为它这个是这个模块机，有可能是3相电压，有可能是380所以说我们要去根据这个经验呢去看一下它这个线路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它这个是哪里是输入不能接错。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容它的耐压是450伏，那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一般的就是输入220整流之后呢，大概在运力波就是311伏呢，所以说它这个肯定还是输入220的。然后呢，你看它这里写的，虽然写的有 ACL 和 ACN， 但是我们看它这有2个保选这根保选呢，它和这里是通的，这个呢它是不和这个保选通的，然后这个呢又是保选通的，搞不好呢有的以为是双保选就直接把 L 和 N 就是零线火线接这个上面，那就接错了。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知道这个220进来之后，它经过保选之后，最终会到什么？我刚才说的这个整流桥，它的交流输入，整流桥的交流输入大家都知道很好找。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复明档看它这个端子哪个是直接到了这个整流桥的2个引脚，那刚好是这边2个引脚，那么说明这边2个引脚是交流输入。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用风明档去测，它可能是不会响，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它有没有缓冲电阻。你看我这个它是有一个10欧的缓冲电阻，但是我这个外源表它风明档还会响，它有的缓冲电阻比较大，甚至还用了这个继电器的话它的这个风明档它就不会响。你看我这个风明档它是它这个缓冲电阻是10欧，我们实测的话，这就有一个11.7欧的阻值它有点误差。然后这边呢是直通的，那就是0欧1.6欧。
所以说我们在修这种板子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一些以往的经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电压是怎么走向的啊，怎么输入的，这是一个小技巧啊。好，然后我们这个换好之后，我们直接上电看有没有好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开机，好了啊，通电了啊，它本来就是说不通电的。然后我们测一下这边的电压啊，我先说的这里是应该是12伏啊，实测11.9伏，然后这里有一个5伏，好，实测5.08伏啊，这个是给继电器供电的和这些芯片供电的，然后5伏呢是给这个主控供电的啊。那么这个板子我们就修好了啊。